DRK10020不是豪华堆料型電源，但電路完整度比較高，測試裡它的測試表現都能站住。拆開後也能看到對應的濾波、功率前級、控制採樣和後級輸出電路。雖然它不是高端的實驗室電源，但也不是拼裝玩具，它是一台實用型、高性價比、取向很明確的數控開關電源。兄弟們，上一期我們已經把多爾科技 DRK10020精度、動態負載、功率暴露、烤機保護、紋波表現基本都用儀器跑了一遍了。還沒看測試片的朋友，建議回看測試片。一台直流穩壓源，外部數據做得穩，內部一定要有對應的硬件邏輯支撐。它的 AC 輸入怎麼處理 ？PFC、ALC 後級 back 是不是跟說明書一致？功率器件、採樣控制、散熱風道、安規隔離做的到底怎麼樣？這一期我們把它拆開，看看它的測試表現究竟是靠參數堆出來的，還是內部電路確實有點東西。拆解開始之前，我們先回復幾個問題啊。這是我用的線材是 12AWG 的，這種測試線比一般的普通的測試線都要粗很多。它的壓降相对於這種線來說也是小的很多。還有我的電壓測試是用了這種4毫米公母座，然後接的這一根線，這一頭接的34401萬用表，這一頭就是直接接到大功率的負載儀上面。這種接線方式跟 Y 叉是沒有什麼區別的。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非常感謝幾位兄弟的提醒啊，前面小電流測試我確實沒有考慮到電子負載在幾十毫安檔位可能會出現窒機或者環路影響。後面我換成純電阻做了複測，5伏設定沒有變，小電流4個點換算下來基本貼近設定值，示波器波形也很平穩，所以測試片的小電流偏低不能直接歸因於電源本體啊，這一點我做個修正，非常感謝你們的提醒。大家看一下我後面的測試過程吧。我们现在对这个电源做一个拆解，还是那句话啊，电源拆解有触電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而且還會上市保修。大家要看拆解就看我拆就可以了啊。
兄弟們，你們是最喜歡我把这個機器拆成這個樣子的啊！拆開以後，這台 DRK10020內部的結構和前面測試表現基本是能對上的。它不是簡單的一塊電源板加一個顯示面板，而是明顯分成了輸入濾波、主功率電源、控制板電源、穩壓控制板以及最終輸出這幾個部分。試電進來以後，先經過獨立的 EMI 濾波板塊，再分給2個主功率電源和控制板的小電源。後面的輸出控制部分也不是簡單的把電源模塊輸出直接接到端子上，而是有獨立的穩壓、採樣、保護和輸出控制電路。這也能解釋前面測試過的各種數據。從拆開第一眼來看，這台機器內部確實是按照一台數控可調開關電源的思路在做。接下來我把這個電路部分分成4個部分來給大家介紹。先來看輸入 EMI 和控制板電源部分。這台 DRK10020的試電輸入不是直接進入主功率板，而是先經過一塊獨立的3級 EMI 濾波板。第一顆保護器件是深圳极電通實業的 T12A250 慢熔保險絲做基礎的，也是最關鍵的安全保護。2顆四川特銳翔科技220匹法陶瓷安規電容分別從靈火線对地，用來卸放高頻共膜干擾。再往後就是一顆環形共膜電桿，專門攔截開關電源產生的高頻噪聲往電網裡面跑。湖南3億精工科技 32F-V 系列繼電器，用於旁路 NTC， 降低 NTC 長期工作時的發熱和損耗。南京時恆電子 MF72 系列大型 NTC 熱密電阻，限制大電容充電帶來的衝擊電流。這個組合就是上電浪湧一致。這個設計比單純丟一顆 NTC 要認真很多。四川盛榮達容組科技的 0.47 微法安規 X2 電容3顆，主要處理插膜干擾。還有2顆大型環形共膜電桿，抑制共膜干擾，再配合末端2顆四川特銳翔科技的220匹法陶瓷安規電容，繼續處理靈火線對地的高頻噪聲。這塊 EMI 板後面分3路供電，分別送給2個350瓦主功率電源以及控制板的小功率電源。控制板這邊有自己獨立的小電源，輸入端用了極電通實業的一安250伏慢熔保險絲，後面還有一顆黑色 NTC。交流輸入經過絲印 ABS10的整流橋變成高壓直流，再由貴州雲瑞電子的22微法450伏高壓電極電容做初級濾波，旁邊還有一顆47微法25伏偏置電容給電源芯片啟動和工作供電。主控芯片是無錫新鵬微電子的 PN8370 和風電源主控 IC， 变压器次级後面用了2顆 SS520 肖特基2极管，分2路整流輸出，一路給控制板，一路給顯示按鍵板。後級的濾波電容使用的是雲瑞電子的固態電容，再配合2顆6.8微亨的貼邊電桿做濾波。這一部分電路就是前面獨立的 EMI 負責把試電側干擾壓下去，小功率反擊電源負責給控制系統先供電。接下來看主功率電源部分，這台機器內部的600瓦主功率是由2塊一模一樣的350瓦等級的電源模塊組成。首先是深圳極電通實業的 T6.3A250 慢熔保險絲。黑色 NTC 熱密電阻用來限制上電浪湧，藍色壓密電阻用來吸收試電輸入端的尖峰浪湧。濾波部分用了盛榮達容組科技的 0.47 微法安規 X2 電容2顆，中間搭配一顆銅帶式共膜電桿，後面還有四川特銳翔科技的220匹法陶瓷安規電容2顆，從靈火線對地繼續壓制共膜干擾。交流輸入經過 GBU1010 整流橋以後，先進入前級 PFC 電路。高壓整流以後，還有3顆盛榮達容組科技的 CBB 薄膜電容加一個環形電桿進行濾波。PFC 部分用了上海金鋒明源半導體的 BP2628 PFC 控制器，搭配的是無錫光磊科技的 20J65 PFC 開關管。PFC 主升壓整流2極管用的是蘇州中瑞紅星半導體的碳化硅2極管，型號 HX1D060651。這裡還有一顆沃爾德WRL-SP80M 貼邊整流橋，它並不是按普通橋式整流來使用的。通過軸線可以看到，它被橋接成了 PFC 母線的啟動旁路2極管。2顆絲印 ES5J 的快恢復2極管，從位置來看，更像是 PFC 開關節點附近的輔助前位和順態洩放通道，用來處理 MOS 管關斷電桿換流時產生的尖峰和振鈴。高壓母線的主要儲能電容用的是貴州雲瑞電子的180微法450伏高壓電解，以及貴州雲瑞的100微法35伏固態電容，給主控偏置和輔助電路使用。PFC 後面就是 LLC 諧振電源部分，主控來自深圳 BE 微電子，型號 KPE2592B。這個芯片應用功率範圍很高，說明這個主控平台的能力餘量比較大。
LLC 主開關管是2顆無錫光磊科技的652300，搭配廈門法拉電子的0.047威法諧振電容、諧振電感和主變壓器工作。次級整流部分用了適應 15P15D 的肖特基二极管4顆，後面是貴州雲熱電子的82威法160磁伏電容4顆，再搭配1顆插模電感濾波，把高頻整流後的電壓整理成相對平穩的直流。反饋部分用了台灣億光電子的 EL1018 光電耦合器2顆，安規隔離位置還有四川特瑞祥科技的陶瓷安規電容3顆。次級小電源部分還能看到沃爾德的貼片整流橋1顆。搭配貴州雲瑞電子100威法35伏固態電容濾波，北京思旺電子 ST8550 線性 LDO 1顆，給檢測反饋小信號電路提供穩定低壓供電。小 PCB 上有上海先級集成電路的 LTC8552 精密運放2顆，背面還有1顆用於電流、溫度或者其他採樣信號的放大和處理，並且外接 NTC 溫度探頭。模塊輸出負極位置還有1顆 R2010 電流採樣電阻。所以主功率部分，每塊350瓦模塊都是完整的 PFC 加 LLC 隔離電源，2塊模塊共同提供整機後級所需要的主功率直流平台。接下來是穩壓可調控制部分，我們先來看屏幕按鍵板，板上有2顆適應 JN 的自恢復保險絲，旁邊還有南京朗瑞半導體的 LR8341穩壓芯片，用來給屏幕按鍵本地邏輯提供穩定低壓。4顆超快恢復整流二極管，以及1顆 TVS 二極管，快速整流和吸收顺帶尖峰的，避免後面的 MSU 和通信芯片被打壞。屏幕按鍵板上還有北京思旺電子的 SE8533 線性 LDO， 適應 24C02S 的存儲 IC， 用來保存參數、校準數據或者用戶設置，以及廣東奇星半導體的 ACM524T 系列 MSU， 負責屏幕顯示、按鍵掃描和本地控制邏輯。旁邊還有1顆上海川土微電子的 CS48505S 抗噪聲 RS485 半雙工收發器，用於前面板和控制板之間的插分通信。USB 用了川土微電子的 CAIS3772 雙通道數字隔離器，這個器件的作用很重要，它不是普通的緩衝器，而是把兩邊的數字信號隔離傳輸。後面是南京慶恆微電子的 CH340EG04 超小型 USB 轉串口芯片。這個結構說明 USB 並不是直接懟到主控上，而是經過隔離以後再通信，這樣電腦接上去以後能減少地環路、靜電和功率側干擾對 USB 口的影響。主控板上同樣能看到廣東奇星半導體 ACM524T 系列 MSU， 屏幕按鍵板連接處又有1顆上海川土微電子的 CAIS3772 雙通道數字隔離器，負責主板與前面板之間的隔離通訊。主控旁1顆美國德州儀器的 REF5050 AIDR 精密電壓基準芯片，這個器件可以理解成整台機器採樣系統裡面的一把標準尺。蘇州領匯立新科技的 LHA7928 模束轉換器，也就是 ADC 負責把模擬電壓、電流採樣信號轉換成 MSU 能讀懂的數字量。主控板上還有德州儀器 SN74LVC 2G17 史密特觸發雙通道緩衝器4顆。SN74LVC 2G14 雙路史密特觸發反響器1顆，作用是把邊緣不乾淨、帶抖動的信號整理成乾淨的數字信號。模擬電路部分還有無錫明星微電子 MX3501T23 軌至軌高速比較器1顆，做過壓過流這類快速硬件判斷。蘇州斯瑞普微電子 TPH2501-TR 運算放大器1顆 ，V358B 運算放大器4顆，以及上海先級集成的LTC8552 精密運放4顆，負責採樣信號放大、濾波和比例轉換。這一塊控制板 MSU 負責邏輯 ，REF5050 提供基準 ，ADC 負責採樣，運放負責信號處理，比較器和史密特觸發器負責快速保護和信號整形，數字隔離器負責把強弱電之間的干擾隔離開。它不是一個簡單的顯示控制電路而是整台電源的控制大腦。最後來看穩壓可調輸出電路，這一塊是整台 DRK10020 最關鍵的地方。這部分的低壓供電來自前面的15瓦小電源的次級輸出，其中一路經過江蘇長京科技的7805穩壓芯片生成5伏供電，另外還有南京朗瑞半導體的 LR8341穩壓芯片為局部控制和驅動電路提供穩定的低壓。
板上還有一顆六角小 MCU， 從石英判斷應該是深圳泛海微電子的產品。這個小 MCU 大概率是負責局部控制、狀態檢測或者是驅動邏輯配合，具體要結合原理圖才能夠確認啊。驅動部分還可以看到深圳西塔科技的 SA8336H 橋驅動芯片一顆，後面還有一個驅動變壓器，把控制信號變成可以驅動變壓器的高低壓交替脈衝，再通過驅动变壓器把信號隔離傳到功率側。這塊板上還用了上海川途微電子 IS3772雙通道數字顆粒器2顆，說明輸出板和主控板之間的控制信號、保護信號不是直接一連，這是比較合理的做法。後級還有3組南京朗瑞半導體的 AR83415穩壓芯片，搭配思印85719的六角芯片，沒有查到資料啊，我這裡只能判斷它們是輸出級局部供電、驅動或者保護相關的小電路。對應的大功率器件是3顆无锡光磊科技的 150N15 TO247封装。從器件組合來看，這3顆 150N15 是後級可調輸出部分的核心功率 MOS。板子上二极管部分也非常多，這裡有蘇州中瑞宏芯半導體的 HXD040651 碳化硅二极管，外加2個同樣 TO252 封裝的肖特基二极管，還有江蘇海西美科技的MBR30150PT 二极管2顆，它們配合 MOS 電感一起工作，保證輸出級在不同電壓、電流狀態下都能夠穩定換流。採樣部分用了 R2004 採樣電阻4顆，2顆一組，另外還有一根抗銅絲電流採樣。板子上還有一顆無錫光磊科技的 140N20 TO247 封裝，從位置和器件類型判斷，它大概率和輸出防反接、防反光有關。濾波部分做得非常扎實。電解電容全部都是貴州雲瑞電子的產品，大大小小一共11顆，耐壓全部都是160伏的，還有四川盛榮達榮主科技的易威法 CBB 薄膜電容1顆。磁性器件方面，2顆大型的環形大電感，1顆大型的環形共膜電感，還有1顆大型的插膜電感。輸出保護和隔離部分還有汕頭松田電子抗干擾安硅電容器4顆，以及湖南3億精工科技 SEV8-P 系列大繼電器1顆。輸出端子附近還有1顆肖特基二極管，以及1顆四川盛榮達榮主科技的易威法薄膜電容，用於端口附近的前位吸收和高頻濾波。這台 DRK10020 它不是一台豪華器件堆出來的電源，但它的電路架構做得比較完整。我們來說一下它的優缺點。首先說優點部分，它不是簡單2塊開關電源模塊加一個控制顯示屏就完事兒。它的失電輸入有獨立的3級 EMI 濾波，控制系統有獨立的小電源，主功率部分是2塊350瓦等級的 PFC 加 ALLC 隔離高功率電源，後面還有獨立的穩壓可調控制板，輸出板負責採樣、限流、保護和最終的輸出控制。它的架構思路很清楚，前級提供穩定的功率平台，後級負責做0到100伏、0到20安的可調輸出。這個結構比那種普通模塊電源加控制面板的方案要完整很多。這種完整的架構也能和我們前面測試結果對上，30伏、20安、600瓦，滿載1個小時，它的溫升沒有失控，1安到10安的動態負載切換，輸出沒有明顯的下限和過充。後面補測的小電流限流50毫安、100毫安、300毫安、500毫安，這些檔位也能穩定的進入限流狀態。拆開以後再看裡面的電流採樣、溫度檢測、光偶反饋、運放處理和輸出控制電路，就能理解它為什麼不是單純靠軟件顯示在演。當然，它也不是沒有取捨，整機的用料並不是那種豪華路線，沒有大量的堆國際一線大廠的器件，電容、MOS、二極管、運放、控制芯片，大量都是國產方案。2塊350瓦的模塊組成600瓦的平台，也不是高端實驗室電源那種更複雜的一體化功率架構。但是考慮到它的售價和定位，我覺得這個取捨是可以理解的。它不是把錢花在每一個器件要多貴上，而是把輸入濾波、PFC、ALLC、輔助供電、數字控制、採樣保護、後級穩壓輸出這些關鍵的環節全部都做完整了。所以東兒科技的 DRK10020 它更像一台以性價比為導向的數控穩壓電源，器件用料不算奢侈，但電路完整度、測試表現和實際功能都是能夠互相對上的。
這期視頻做到這裡，我們來完整的總結一下這一台 DRK10020的測試和拆解。測試片裡我們看到的，它不只是會標參數、輸出精度、動態響應、橫壓橫流切換、保護邏輯、滿載烤機和文波測試，整體都比較穩。拆開以後再看它的內部，都能夠找到對應的硬件基礎。它前面有獨立的3級 EMI 濾波，主功率部分是雙模塊 PFC 加 LRC。控制部分有獨立的基準 ADC 運放和比較器，輸出部分也不是簡單的接線柱直出，而是有完整的後級穩壓、採樣、保護和濾波。所以這台機器給我的感覺很明確，它不是靠豪華器件堆出來的高端實驗室電源，但也不是那種低端拼裝的電源，它更多是把成本花在了電路完整度和實際可用性上。這些原器件其實不算奢侈，大量採用國產的方案，但該有的輸入處理、功率變換、反饋控制、輸出保護和散熱設計基本都沒有明顯的缺項。如果你的場景是電子維修、模塊調試、充電器測試、負載驗證、功率實驗，它的表現是能夠站住的。經過測試和拆解，我的最終評價就是 DRK10020不是豪華堆料型電源，但電路完整度比較高，測試裡它的測試表現都能站住。拆開後也能看到對應的濾波、功率前級、控制採樣和後級輸出電路。雖然它不是高端的實驗室電源，但也不是拼裝玩具，它是一台實用型、高性價比、取向很明確的速控開關電源。測試為了了解，拆是為真相，認真測載客觀輸出。我是烈火車哉，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